你有朋友结婚了吗？你知道是谁开口求婚的呢？或是根本就没有人求婚呢？传统认为男生来求婚比较正常，有些女方甚至会要求对方，你要是不求婚，那我们就不结婚了。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这个立场可以颠倒过来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求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各大讨论感情的论坛上面，无论是被求婚、想求婚，或是被求婚的文章，都常常会引起不少网友讨论。但是这一题却很令人意外的有各式各样的争议，不管是谁求婚、怎么求婚、用什么求婚，甚至该不该求婚等等，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求婚就是要等男方开口，并透过精心安排的场地跟桥段，搭配定制的戒指，像是电影般的情节，才算是最完美的求婚。那也有人反过来批评要求求婚仪式感的女生很虚荣，认为女生也可以自己进行浪漫的求婚啊，干嘛一定要等男生求婚？而奇妙的是，我们在研究求婚这个题目的时候发现，不论男女，很多人都会说，概念上他觉得女生可以主动求婚，但是以下省略。总而言之最后我们看到真正出来求婚的人大多是男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女生求婚会怎样吗？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在一些婚礼业者针对求婚的调查中显示，由男生向女生求婚的比例高达了90%，只有不到1成的状况是由女生向男生求婚的。各种电影或是电视剧当中，只要讲到求婚桥段，大部分人的脑袋里面都会浮现出男生单膝下跪让女生惊讶的画面。在日常生活中的社群媒体上面，这也是最常出现的经典画面。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传统的文化上面来看，华人社会一直都是男方向女方提亲，借由男方向女方下聘来表示男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女方，而这样子传承下来，就会让男生提出承诺的求婚方式变成一种典范。而再来是社会的氛围上面，对主动的男生跟被动的女生相对的比较友善。对男生来说，求婚是展现爱意与诚意的行为，也是展现自己勇气的机会；而对女生来说，被求婚则代表有人愿意为自己这样做，自己是被珍惜的。有些男生虽然没有特别愿意跟对方求婚但为了避免没求婚就被说嘴抱怨一辈子，所以依然选择求婚。那如果是由女方来进行求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对部分人来说，女生求婚是违反传统，很难接受的。过去就曾经有外国的情侣在球赛的青金镜头上面由女方向男方求婚，但留言区呢却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吵到留言区被关了起来。支持的人很多，认为女生也是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爱意与诚意，而且在现在的环境这样子做更是值得鼓励。但反对的人也不少，有些人会认为女生是在逼婚，或者是故意让男方没有面子，也有人认为女生不需要这样子卑微的求对方跟自己结婚。所以说，当女生真的跟男生一样进行求婚的时候，社会看待这件事情的观感未必会跟男生求婚的时候一样。根据一份跟求婚仪式感有关的调查，比起被求婚，男生其实更重视自己有没有求婚。大多数的男生也不会期待女方向自己求婚。那也许是因为以上的原因，所以由女方求婚的例子并不多见。但就算这样子，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女生是应该要主动求婚的。有些人从平等的角度出发，认为男女都有勇敢示爱的权利，所以只要是会让对方感动的事情，没有一定要谁来做。而且有些男生本来就属于比较内向的个性，也会希望女生可以在各方面多主动一点点。在爱尔兰就有一项有趣的传统是，女性在闰年的2月29号可以破例向心爱的男方求婚。据说会有这个传统呢，也是因为一名修女向大主教抱怨女生要等男生求婚要等很久，所以大主教呢才决定允许女生呢在每
4年一次的2月29号向男生求婚，而且呢，如果男生拒绝，还要买一些东西送给女生作为补偿。那虽然4年才有一次机会然后男生想要拒绝还要送礼物的部分呢，也有一点点争议。但这边有女性可以主动求婚的概念，算是比较少见的部分。不过，当这个传统后来传到了美国，却产生了反效果。如果女性正在闰年的2月29号求婚的话呢，反而会被当作是笑话。所以也有批评者认为这个传统反而强化了女性不应该求婚的刻板印象。不过，先撇开到底是谁该开口的问题，求婚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麻烦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生一次的体验，所以千万不能够随便。所以，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要求婚，通常都得经过一番精心的规划，不但要花钱花心思，最后还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拒绝，甚至还要考量对方到底想不想要用这个方式被求婚。求不求婚都有问题，到底人为什么要求婚呢？我们现在常见的求婚可以称为是一种浪漫求婚仪式，这其实是近代的产物。如果从历史上面来看，虽然东西方都有提亲的程序，但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家族代表之间的合作。以前的婚姻呢，常常更强调家族联姻或是传宗接代的功能，但不一定会有浪漫的爱情元素。而单膝下跪的传统也找不到明确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单膝跪地起源于中世纪的宫廷爱情，一个出身名门的男人希望将自己献给他认为比自己还要高尚的贵妇，并且甘愿做他的仆人，就会以下跪的方式来表示会履行他的奴役。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因为当时的骑士要跪在他们的领主面前接受荣誉，投降的军队也要跪在他们的征服者面前表示归顺，所以后来呢，有人就转化这个传统，将单膝跪地用在追求另一半时来展现自己忠诚的心，希望获得对方的青睐。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第二种跟我们现在的认知比较接近，但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也不太确定。如果你知道更详细的来源，也请留言分享给大家哦。那话说回来，求婚除了能够制造两人的美好回忆之外，也还有一些功能性。对于双方来说，主动求婚的那一方，这个示爱的动作虽然可能被拒绝，但他还是愿意做了，等于主动展示出自己的勇气跟诚意，以及他对于另外一半的了解。另外，亲朋好友的见证、惊喜、戒指等等，也有一些对外宣示的意味。被求婚的人可以借由这个仪式跟大家说明两人之间的感情稳定，也准备好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即便是已经有共识、早就打算要结婚的情侣，仍然可能会进行求婚仪式来达成公告周知的目的。不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觉得被求婚很尴尬，不求婚其实也没有关系，或者是比起大排场求婚，其实更倾向两人时光等等。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从刚刚的讨论，我们发现了一件有点微妙的事情，那就是大家在看待求婚的时候，常常会把它跟结婚的意义相提并论。例如，我要公告周知，我要得到承诺等等。那我们觉得，既然它的性质上有蛮多地方类似结婚，重点是代表肯定彼此的这段关系，而且我们也会说婚姻关系是两个人的事情，那是不是其实求婚也可以被视为两个人的事呢？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两个人的事情，那我们也觉得求婚权确实不应该被限缩在任何一方，只要感觉对了，谁都可以提出。而且无论是谁要求婚，要不要下跪，要在哪里求，甚至要不要求婚，只要对双方来说最自在最开心就好。不过虽然对某些人来说呢，求婚很没有必要，但我们相信很多人都还是期待的求婚仪式，不管是被求婚或者主动制造惊喜给对方。所以在求婚仪式之前，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先想清楚，厘清一下双方对于结婚的态度，因为结婚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有很多的面向需要考虑，像是双方的相处家族、经济能力等等都很重要。如果突然被求婚却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好，可能会带来不愉快的结果。先想清楚结婚的事情之后，求婚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双方一起讨论的议题，包含需不需要，由谁主动等等，让这件事情在双方都比较自在的状况下面发生。那当然，求婚有没有标准答案，想不想要求婚，想不想要被求婚，甚至想不想要讨论求婚，都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但反过来说，求婚虽然有它的仪式性跟功能性，但如果像军备竞赛那样，一定要到怎样的程度才是好的求婚的话，那可能原本一个让大家开心的仪式，最后弄得大家都不愉快，造成反效果，可能就真的得不偿失了吧。所以最后就想来问问大家的想法，你认为
为求婚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A. 求婚太麻烦了，直接问对方就好了。B. 仪式感很重要，所以求婚是一定要的。C. 既然已经决定结婚了，就不需要再求婚了。D. 没有一定要，但如果有也很棒，一起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女生能不能够求婚。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钻石为什么那么贵，以及人为什么要结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7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